美股横盘越久，风险越大吗？英伟达财报炸裂，现在能不能买入？是追高被套，还是趁势而为？手里的科技股应该怎么处理？特斯拉、亚马逊、Meta、AVGO、美光应该怎么操作？大家好，我是 Harry， 今天是香港时间2026年2月26号，视频为你一次性讲清大家近期比较关注的美股走势问题，帮助你解决疑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交易策略。那我们会运用到以下的解盘的思路和方式。首先，先大后小原则，先看大盘，再看个股。其次呢，会进行基本面小贴士，帮助预判宏观的风险和踩准进场的节奏。另外呢，会应用到众多的技术指标分析。如果有观看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呢，应该都会有了解。还会加上我们的特色指标山海趋势图，进行进一步的交易节奏确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帮助大家不断的优化思路，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预期和投资风格，并养成仓位管理的良好习惯。另外要提醒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加小铃铛，不要错过我们每一期的盘前解读，让我们在美股交易的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大盘的日线。根据我之前讲过的山川战法，很显然大盘走出了3个 V 型，23706.97这个位置，如果可以突破的话呢，可以往前看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很显然的出现了一个顶部的形态。那接下来呢，整个走势果然是回落，在这个位置呢，又出现了两阴夹阳，那我们就继续看跌。果然这个大盘呢，确实是继续往下的。那根据山川战法呢，我们的止损点设在了23310.44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根 K 线，这个位置呢，果然形成了新的压力位数次尝试突破，但是没有成功，继续下跌。昨天呢，突破了22866.15的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23310.44的这个压力位。还有一个压力位呢，就是在23423.9。如果这两个位置都过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23706.97的位置。但我们呢，依然建议大家谨慎原因有几点。第一，从月线来看呢，整个大盘已经震荡了5个月。那从之前的走势来看比较少是震荡这么久的时间，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市场到了这个位置是偏谨慎的，资金呢没有像之前那么激进，而且有一句话叫做恒久必跌，所以呢短期1-2天的上涨并不能消化这个风险。第二个呢，从政策面来看特朗普呢可能会推出新一轮的行政关税措施，包括这个美伊的地缘风险问题，所以整个市场呢目前是处于极端敏感期。从盘面上来看一直的横盘也是市场观望的一种体现，所以呢这些消息没有落地，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另外呢，用我们可视化更高的看盘软件山海趋势图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大盘是处在比较明确的黄色带区域。那这个黄色带区域呢，代表的是以月为单位的一个下降趋势，而紫色带呢，代表的是上涨趋势。虽然这根白线我们叫做龙门线，代表以半年为趋势是向上运行的，但从中短期来看呢，依然要小心下降的风险，谨防走出这样的低位下探的行情。那根据以上的思路呢，我们的建议是管理好仓位，也可以利用箱体波段、MACD、均线等指标做好高抛低吸的小波段的策略，切勿盲目追高管住手，等待更大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很明显英伟达在170到193之间这个箱体震荡了很久。那我个人呢，也在这个箱体做了2次波段那现在的情况发生什么变化呢？英伟达呢，刚刚公布了财报财报的数据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整个产品的迭代速度非常快。但是呢，从夜盘的反应来看呢，并不大。那你想一想这样的利好呢都没有涨一波大的，那会不会还是以震荡走势为主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山海趋势图的情况。这里呢已经发生了变盘紫色带出现，预示着中短期看好。虽然呢看上去踩上了193的这个压力位，但大家看这几根 K 线呢很明显的偏离这个紫色带太多，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谨防这个股价回落。那在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建议以观望为主。如果股价可以回落到紫色飘带的中线位置，也就是在186左右的位置会是更好的选择。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没有撑住，有可能就会继续的回到170到194的箱体震荡的节奏当中。但是整体上呢，虽然目前的整个竞争格局比较激烈，在 AMD 和谷歌等等大牌自研芯片的压力下这个英伟达维持这么夸张的溢价是有难度的。但是呢，它的财报确实尽显这个王者之风。如果大盘的风险，包括这个关税美伊等等的因素落地之后呢，我个人对于英伟达的走势还是积极看好的。那如果是散户朋友中短线的思维下，以英伟达的惯性做一下波段还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呢，就是第一个要看194的压力位是不是能够踩住，第二个呢，就是要等到186的位置。第三，在关税和美伊等环境落地之前呢，保持这个仓位谨慎即可。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只股票。那最近的走势呢，特斯拉是一直往下却是在屡创新低那从均线的表现来看呢，5日均线和20日均线都是在50均线之下，那也表示它整个趋势相对不是那么的好。我们切换到山海趋势图，发现这几只 K 线离我们的黄色飘带距离还是比较近的。那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位置搏一波小的反弹可以在类似这样的一些位置出现了小前带，或者是离这个黄色飘带比较远的位置加入，会更加的安全。那我们可以设一个位置点在399.27这个位置也就是靠近我们的龙门线的位置。那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们的 K 线立住了，可以轻微的参与一下但是呢还是要谨慎这个近期的风险。而且呢，这个特斯拉从它的中期走势来看呢，还是一个往下的通道那如果想要博它的反转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紫色带出现的时候再去做多。我们再来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在财报之后一直处于一个重伤未愈的状态那近期呢，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十字星出现。十字星呢，往往意味着变盘比如这个地方十字星之后是一个阴线的走势，然后往下跌。这个地方呢，又出现一个十字星，接着呢，出现了一根阳线，好，往上来到昨天呢，又出现了一根十字星。但是呢，变盘信号出现呢，不代表它一定会出现反转，有可能是假信号。首先呢，从这几根均线的状态来看5日线和20日线都是在50日线的均线下方，也就代表着它的均线的走势是非常弱的。切换到山海趋势图，这个地方呢，白 K 出现，代表了它的趋势是走坏了。那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根十字星的黄 K。代表这个位置是有压力的。整体来看呢，这几根 K 线离黄色带比较近，所以呢，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太看好的。而且作为一家电商平台它比这个英伟达受政策影响更加的直接。那包括25日这个加州反垄断诉讼再次的被推进，所以呢，亚马逊还是会有一些市场上的疑虑。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谨慎为主，先观望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Meta 呢，近期有一个变盘，现在是在一个黄色飘带的范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反弹的机会。同样的问题这些 K 线呢离黄色带太近了。我们会观察到Meta 在626.7到655之间来回的震荡。如果有追踪这支票的朋友会发现近期呢 Meta 都是以震荡为主，但以 Meta 的基本面来看呢确实可以说它依然是强劲的，只是被庞大的这个支出预算和监管阴云压制。那它的下跌空间呢，应该说比较有限如果大家想要留意这只股票的话呢，可以在627的位置加以观察，那有机会呢做到这个波段的行情。至于能不能向上突破655的位置，那就要看一下这两天的走势，因为呢它还是在黄色带的区间而且呢它的整个均线走势也不太好。我依然认为呢，在627的位置买入，哪怕不做波段，应该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整个股票呢下跌的空间有限，除非呢有大的黑天鹅事件否则碰到580的概率不太大。我们来看一下博通呢震荡太久了，一直没有量而且呢这个地方股价一直揪在一起，让人感觉到没有希望特别是一些追求效率的短线投资者。其实呢，市场对于博通
这个 AI 的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呢，市场又普遍担心呢，它的这个 AI 的毛利率会低于它的传统的软件业务，那么大家就会担心整个利润会被拉低。另外呢，包括 Meta 和谷歌这些大公司目前都有买博通的方案，但是呢，他们又在自研自己的芯片，想摆脱博通所以呢，整个股价在319到355的位置横盘很久了。虽然中间呢上了一波高峰但是后面又跌回来，又继续横盘但是呢，和英伟达不同的是呢，博通下跌空间有限首先原因，第一，我们看到了这个变盘的信号。第二点呢，在319这个位置呢有强烈的支撑，如果没有放量的跌破这个位置呢，依然可以在319的位置买入。当然大家还是要控制好仓位，因为从长期来看呢，它不仅面临刚刚所说的大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还有本身这个客户生变的一个情况。最后呢，我们看一下美光的走势美光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只股票，而且呢，这只股票的特点，它的走势呢还是比较的敏捷。那美光的走势呢，独树一帜，跟刚刚几位都不太一样一直都是在紫色飘带当中。可以看到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有一个不错的买入位就是这个地方。但是近期的走势十字星太多，而且呢，股价离这个紫色飘带渐行渐远，不是很好的买入位。那短期呢，比较好的位置是在410附近，如果要进一步突破呢，可能还需要时间。那这只股票的活跃度呢，一直都很好如果想要做极短线的波段的朋友在369到410以及410到447的这两个箱体位置是可以关注的。好，以上呢就是关于2月26号 Harry 频道的美股盘前解读。如果大家觉得信息对你有帮助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加上小铃铛。那如果你对某只股票有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进行预测。另外呢，现在添加小助理的联系方式，还可以获得几项重磅权益，包括我们的王牌指标山海趋势图1周的体验权限，以及期权课程的试听权限，还有更多的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等待大家。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